在下个月，属鸡人将会面临许多好运与机遇，但由于属鸡人天性好胜、自信、聪明，且拥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和表现欲望，他们容易吸引到一些潜在的负面人际关系。这里特别提醒属鸡人，在下个月，为了避免外部干扰，属鸡人需要特别警惕和避开三类人，以免招致破财和祸害，影响自己的运势发展。请属鸡人千万不要忽视。第一类人是喜欢与属鸡人争强好胜的人。属鸡人天生性格自信、好胜，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喜欢通过展现才华来赢得他人的认可。属鸡人通常擅长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他们精力充沛，言辞锋利，在竞争中往往展现出强大的优势。然而，这种好胜心也使得属鸡人在职场或社交场合中，容易吸引到那些喜欢与他们争强好胜的人。这类人不仅会与属鸡人较劲，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削弱属鸡人的地位。特别是当属鸡人处于优势时，他们会更加想要通过竞争压制属鸡人。在职场中，这类人可能是属鸡人的同事或竞争对手，他们表面上可能表现得很友好，但实际上总是暗中与属鸡人较量，试图通过表现或手段赢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属鸡人在下个月要特别注意那些喜欢挑起竞争氛围的人，因为这类人很可能会通过暗地里打击属鸡人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比如，他们会在会议或工作中故意贬低属鸡人的表现，甚至传播关于属鸡人的负面言论，以此削弱属鸡人的声誉。为了应对这类喜欢与自己争强好胜的人，属鸡人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因为对方的挑衅而陷入情绪化的反应。属鸡人应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目标，而不必在无谓的竞争中浪费精力。属鸡人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实际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争论或对抗来解决问题。通过冷静处理，属鸡人能够有效避免与这类竞争者的直接冲突，同时继续保持自己在职场中的优势。在社交生活中，这类人同样可能出现在属鸡人的朋友圈或家庭中。这些人可能会在社交场合中通过炫耀自己的成就或财富来与属鸡人一较高下，试图让属鸡人感到不如自己。属鸡人面对这种情况时，可以选择保持低调和冷静，不必在表面上与对方争个高下。属鸡人可以通过专注于自己真正看重的目标和生活方式，来避免被这类人拖入无谓的较量中。第二类人是表面友好，背后使坏的小人。属鸡人在社交圈中通常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擅长与人打交道，且总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和支持。然而，属鸡人的这种社交能力也可能吸引到一些伪善的小人。这类人表面上与属鸡人关系友好，甚至表现得非常支持属鸡人的工作或生活决定，但实际上，他们在背后可能通过传播谣言或制造矛盾来破坏属鸡人的人际关系，甚至在属鸡人面前假装关心，而背后却打小报告。在职场中，这类小人可能是属鸡人的同事、下属，甚至是上司。他们可能会在属鸡人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友好，主动提供帮助或意见，但同时他们会在背后通过传播不实言论来削弱属鸡人的声誉。这类人可能会向属鸡人的上级或团队成员散布属鸡人的负面消息，试图在团队中制造隔阂或误解。属鸡人如果不加以警惕，可能会陷入这种小人设下的陷阱，导致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影响到个人的晋升和发展。为了应对这类伪善的小人，属鸡人应保持警觉，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表面友好。属鸡人在与他人合作时，可以更多依靠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让小人的谣言和暗中破坏影响自己的表现。此外，属鸡人还可以加强与上司、同事的直接沟通，确保自己的努力被正确的认识，不让小人的挑拨离间得逞。在与人打交道时，属鸡人应当学会保留一些私人信息，避免与不可信赖的人过度交心。在生活中，这类小人可能是属鸡人的朋友或亲戚，他们可能会通过在家庭聚会或朋友聚餐时传播负面信息，试图挑拨属鸡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属鸡人在面对这些表面友好但背后使坏的人时，可以选择适度保持距离，
不让对方轻易获得打击自己的机会。通过观察对方的行为，属鸡人可以更好的识别出哪些人是真诚的朋友，哪些人只是伪善的小人。第三类人是习惯性依赖属鸡人资源的人。属鸡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能干，他们不仅聪明机智，还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够轻松积累资源，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因此，属鸡人常常成为他人寻求帮助的对象。然而，属鸡人这种无私帮助的特质，也容易吸引到一些习惯性依赖他人资源的人。这类人往往不会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不断向属鸡人索取帮助和支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人通常在需要帮助时，习惯性的依赖属鸡人的能力和资源，但当属鸡人需要回报或支持时，他们却很少付出，甚至会选择回避。这类人的行为不仅给属鸡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还可能导致属鸡人因过度帮助他人而忽视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在职场中，这类依赖性很强的人往往会频繁向属鸡人寻求帮助，无论是工作上的指导、任务上的分担，还是项目中的关键决策，这类人总是将自己无法处理的难题交给属鸡人解决。他们通常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独立思考或解决问题，而是习惯性的将责任转移到属鸡人身上，期望属鸡人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由于属鸡人一向追求高效率和完美的工作成果，面对这类同事的请求，属鸡人往往不忍心拒绝，结果导致自己的工作负担过重，甚至可能因为承担过多责任而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属鸡人在下个月需要特别小心这类依赖自己的人，不要让他们的需求过度侵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陷入这样的困境，属鸡人应当学会识别那些过度依赖自己的人，并且在必要时果断拒绝不合理的请求。属鸡人可以通过明确界限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确保自己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任务，而不是被他人的需求牵制。同时，属鸡人可以尝试引导这些依赖型同事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从而减轻自己在工作中的负担。在生活中，这类依赖型的人也往往是属鸡人的朋友、家人或者亲戚，他们习惯性的在遇到问题时向属鸡人寻求帮助和建议。无论是生活上的困惑、经济上的难题，还是情感上的支持，这些人总是期望属鸡人能够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麻烦。然而，当属鸡人自己面临困境或需要支持时，这些依赖型的朋友和家人却往往表现得冷漠无情，甚至选择逃避责任或拒绝帮助。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不仅让属鸡人在情感上感到失望，也会让属鸡人逐渐感受到精神上的疲惫。属鸡人在面对这些习惯性依赖自己的人时，需要学会明确自己的界限，避免在关系中过度付出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属鸡人可以通过减少与这些依赖型人群的互动，来保护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健康，不让自己陷入情感上的浩劫。同时，属鸡人可以更多的将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值得付出的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与那些能够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朋友或家人建立更为稳固的关系。总的来说，在下个月，属鸡人需要特别警惕和远离上述三类人，以免招致破财和祸害，影响自己的好运势。